从小我就知道，我家里穷得异于常人。儿子，妈，爸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？我们之前捡垃圾啊，捡了不少好吃的，人家还没吃几口呢。爸妈，我不饿，你们吃吧。哎呀，子远，你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你是全家的唯一，饿谁也不能饿着你啊。对啊。冷风吹过早晨雾气，昨夜想到你，那时一起走过街道树林，我一定好好学习，长大教训你们。还剩下多少没有忘掉不变的风景，人世间再苦再累，找到你，哪怕只剩下1个月，我也希望能再多赚点钱，留给爸妈。首富家的孩子只考上了一所普通大学，就送了价值56亿的轮船。穷人家的高考试状元却在这里干苦力，唉，人比人气死人啊！听说啊，他只是个养子，这要是亲儿子，指不定得宠成什么样呢。行了，都少说2句啊！快，都站好，贵客马上到了。哎，保持微笑，保持微笑啊！欢迎徐总莅临云海酒店。欢迎徐总。妈，这香槟可是徐总从法国空运回来，给景琰少爷办升学宴的。你这怎么回事啊？赶紧给徐总磕头道歉。行了，我儿子考上大学，我高兴。区区几10万的酒，砸了就砸了，我浪费得起。浪费得起？饭馊了你怎么了？我们家什么条件你不知道吗？赶紧让我吃过了。爸爸想吃了肚子疼。看你就是嫌贫爱富，我这么多年教育都为了狗了。你现在吃也得吃，不吃也得吃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走！走！姐，我说什么？升学宴我一定给你办得风风光光。谢谢爸妈，哥哥有你们这样的亲生父母，真是太幸福了。子燕也毕业了，还考上了市状元，不负我们这么多年隐藏首富身份，精心穷养，悉心教导。是时候把咱们的家底告诉他了。你急什么？再考验他一个暑假，等开学的时候再给他一个惊喜。我们走吧。等开学的时候再给他一个惊喜，惊喜？可是爸妈，我只剩下不到1个月了。56亿的轮船，几10万的香槟，原来我这悲惨的18年，一切都是假的。儿子，你看爸给你带什么好吃的？你不是最喜欢吃鸡骨头吗？爸给你特意带回来的。各位，今天难得一聚啊，来喝一个。来，大家一起吧。您要的剩菜剩饭已经打包好了，这一看都是穷人吃不起的，会惯坏阿远的。爸，我记得哥最喜欢吃鸡骨头了。那就打包了吧。儿子，快吃。
看你最近瘦的，你得好好补一补啊。爸妈，你们怎么不吃啊？傻孩子，我们苦点没关系，家里有的呀都要先紧着你。对对对，快吃。怎么？你是想我手糟？不是的，爸妈，我在打暑假工的酒店吃饱了。难怪，人家在外面把好吃的都吃了，哪能看得上爹妈辛苦带回来的饭菜？辛苦。儿子，来，这是我们给你考了市状元的奖励，看看喜不喜欢。从小到大，你们每次带东西给我，就会用审视的目光盯着我的一言一行。但凡我有一点意见，我就成了虚荣、攀比、不知道体谅父母的畜生。谢谢爸妈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，这可是我和你妈翻了一下午垃圾场的成果啊！咱们家的条件是差了点，但你是我们最疼爱的儿子，别人有的你都得有。爸妈，你们能给我点钱？你要钱干什么呀？我生病了。你要钱干什么呀？我生病了。不烫啊，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妈，我得了。哥，你生病了？我哥，我之前就总看你跟那些小姑娘去小宾馆，你该不会……你说什么呢？哥，我没别的意思。你要是真得了那什么脏病，咱们得抓紧治啊！徐子燕，你发什么神经？爸，我没有。你个兔崽子！这省吃俭用把你养大，老婆妹子不吃不喝供你上学，你竟然在外面乱走！爸，我没有爸。还想狡辩？你这么好的人怎么可能上网？我看太久没收拾你了，你都不知道家法是什么滋味了。爸，我没有。哎呀姐，不想挨打的话，快给你爸爸认错。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可我真的没有。哎，爸，你就别惩罚哥了，肯定是外面的女生主动勾引哥哥，哥他只是爱玩而已。您就看在他这次考了市状元的份上，就饶了哥吧。他考了市状元有什么用？作风不正，道德败坏，你就是社会的败类。这件事要传出去，我许安国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我怎么知道？你给我记住，以后就在家好好待着，哪都不许，好好在家反省。爸，你就别生气了，别气坏了身子。景元，还是你懂事。走，跟爸妈出去吃饭，你就在家给我好好待着。我没有，我真没有。爸妈，你们为什么永远对我这么狠？你选了。孙明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的大少爷，你知道你伤的有多重吗？要不是姑奶奶我破窗给你救出来，你就死定了。不过你家那个小窗子，确实也没费什么力。许慈远，你准备去哪个学校？招生办都来我家好几趟了。温明强，我不喜欢你，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谁喜欢你了？你别自恋。我问你是因为你是状元，所以才问你一嘴的。
我说了，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别老在我身边晃来晃去的，我很烦。你先别胡思乱想，好好休息。沈梦乔，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姑娘，可我是个快死的人，怎么能当你？不行，我得赶在他们回家之前到家，要不……你们是谁？就是他，胡刀！大哥，我都不认识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要打我？有人说了，把你打到月海，我们又能发财。大哥，我有钱，我能给你们钱。钱，大哥，你让我给我爸妈打个电话，他能给你们钱，只会更多，我求求你们了。停车！喂，我害怕，你能给我点钱吗？我被人堵了。堵了？谁敢堵我儿子？什么？儿子，你怎么样了？你快给我赚点钱吧！他们要是拿不到钱，他们就要拿冰棍打我。我好害怕，我求求你，你快来救救我吧！这么大胆子，敢堵我儿子，不要命了？爸妈，可是哥哥每天都穿着破衣服，谁家混混会去赌一个穷人家的孩子？爸，哥哥不会是又跟你女儿出去，没钱开房了吧？这个畜生！爸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的。老子让你在家反省，你成天跟别人鬼混。我和你妈在外上班，一分一角挣的都不容易，你怎么好意思张口就要钱啊？爸，你快来救救我吧！我没有骗你们，我没有骗你们。你是该被好好教训教训。爸，没本事就别装了。哥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真是气死我了！这个畜生什么时候才能懂事一点啊？思远要是有景烨一半懂事，我们早就把家底告诉他了。怎么打人啊？把车窗关上，别吓着孩子。金燕，我警告你，你可别和一些不三不四人一块，不然下场就这样。知道了吧？给他。这次你要个高的价钱，走，让去应验。
你也是被抛弃的。老师，请喝水。思月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招生办的老师都在等着你。许思月同学，你好，恭喜你考上市状元。我是华清大学招生组的。许思燕同学，我是南大的招生老师。是吗？思月同学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哥，你怎么被打成这样？难道是昨天晚上跟女生开房被男朋友给揍了？不是，我是怎么教你的？你还敢回来？思燕家长息怒，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？能有什么误会？这个小王八蛋天天在外面乱搞，昨天晚上竟然夜不归宿。爸，你先别着急，说不定真有什么误会。哥可能是出去学习了吧？你给我闭嘴！我是他爹，他什么样子我能不知道吗？昨天晚上夜不归宿，还被人打成这个样子，能是去学习吗？那个，我们还要去夏家。许翠月同学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们再来。对对，你这样还是去华清吧。哎，老师，哎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你在那放生屁！我们华清怎么可能要这种败类？你听听，你好好听听，人家是怎么评价你的，你就不能争口气吗？我们这么辛苦的雇你，就是为了你好，你就不能老老实实的？爸，你要这一出，您是盼着我好。我怎么会盼着你好？我现在还不知道悔改，去门口给我跪着，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起来，起来我就打断你的腿，出去！思月，哎呀，你这样思月还怎么上大学？那大学有什么好上的？我早都跟他联系好国外大学了。去。在这个家，也就只有你最心痛。哇，好可爱的小狗啊！哥，把它给我吧，反正你也养不起。这垃圾！徐景言，干什么？啊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别打我了。你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妈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摸哥哥的小狗的。哥哥他心情不好，都怪我。哎呀，有没有被咬到呀？你从小就养的金龟，连皮都没破过，疼不疼啊？他打你了？我说你这天是不是反了天了？为了一个畜生，冲着你弟弟撒气，马上给你弟弟道歉，不然我弄死这个畜生，你信不信？爸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有完没完？多好的孩子被你养成这样！哥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该喜欢你的小狗的，你让它咬我也没关系的，都是我的错。只要你别跟爸置气，你让它天天咬我都可以啊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够了！你为了一条狗，闹得家里是鸡犬不宁。你看看你弟弟，起码知道兄友弟恭。我现在就弄死他！爸，不要了，爸，我给弟弟道歉，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。爸，哥，爸也是为了你好啊！你要是现在不长记性的话，以后闹出更大的事怎么办？你弟弟说的没错，我现在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根本就记不住。儿子，把这碗狗肉汤喝了。您爸说就原谅你。哥，你就别置气了，就咱家这条，这狗肉汤多难得啊，爸可都给你了。
知好歹的东西，到现在还给我使脸色！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儿子，别吓妈妈！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快打120！120！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都怪你！非要刺激他！大妈，哥哥从小到大身体一直很好，怎么会突然吐血啊？会不会是想让你们心软，故意装的？你说的没错，慈月从小被我锻炼，她的身体不可能有问题。我应该这个小畜生一定是在吓我。你们谁是他家人？我是他爹。这个小畜生是不是在吓我？什么吓你？这孩子都没几天活头了，有什么愿望，得抓紧满足一下。什么叫做没几天活头？你儿子已经是胃癌晚期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胃啊？这是刚给患者做的检查。怎么可能？可能是胃癌晚期。而且根据医院的检查，他浑身上下都是淤青，内脏也有些出血状况，应该是遭受了很严重的殴打。你们是不是虐待他呀？虐待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是我们的亲儿子。什么殴打？什么虐待啊？这什么破医院？庸医！我们的儿子怎么可能是胃癌晚期？这就假错！我们医院可是整个护城数1数2的医院，这种技术检查怎么可能出错？你别在这胡闹行吗？我胡闹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把你们院长给我叫来！你去啊！这就是你说的穷养教育，把我儿子都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？都怪你！患者家属，你们先平复心情。我们知道化疗费用高昂，你们承受不起，但只要医治，孩子有希望啊！承受不起个屁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老子最不缺的就是钱，老子最不缺的就是钱！现在，马上，我们要转至最好的医院。不会是受了太大的刺激，魔怔了吧？你们孩子的胃癌，一看就是长期营养不良和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导致的，不仅肚子大的吓人，全身还瘦得皮包骨。真是不知道你们条件是有多差，把孩子养成这样。对你家孩子的衣裳，浑身上下都是补丁，连乞丐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比不上。徐先生，您先别激动，若是资金实在困难，我们医院也有负责筹钱的平台啊。林医生，你误会了，这位是许氏集团老总，咱们祸海的首富。啊，首富是前段时间送了儿子一艘56亿游轮的那个吗？不可能吧，这么有钱，怎么会把孩子养进救护室呢？我在许氏集团有认识的同学，听说啊，收轮船的是养子，抢救的那个才是亲儿子。啊，给养子送轮船，却把自己亲儿子惹出了胃癌，脑子没病啊！都怪你！你害我儿子，害我健康的儿子。妈，别担心，哥不会有事的，还有我啊！让开！我要你干什么？我要思远。妈，你别再说话刺激你妈了，你别再哭了。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一定会让资源好起。喂，是我，帮我出一份检测报告。根据目前的检测情况来看，患者
最多只有1个月。你们确定要继续治疗吗？我的儿。爸妈，哥哥从小到大身体一直很好，怎么会突然得癌症呢？爸，你不记得小时候你在冬天拿冰水泼在哥哥身上，他都没事的。是啊，我儿子从小到大身体一直很好。爸，也不是我有意要怀疑哥哥，只是你们看吧，这个就是成天跟哥哥混在一起的那个女生。哦，他爸还是这家医院的院长呢。郭明桥，我们院长的女儿。院长的女儿。爸妈，昨天哥哥打我的时候，真的不像是有病的样子啊。你们说会不会是他气不过咱们，所以故意骗你？就知道他没事。我说怎么一到你们医院就查出癌症？原来你们俩还真骗我们了。徐先生，您儿子认识我们院长女儿是没错，但是医院条例严格，绝对不可能造假呀。这件事情事关严重，不是你空口无凭就能捏造是非的。是真是假，你一个人说了可不算。进来吧。徐总、夫人，思远少爷的检测报告已经被国外的医疗专家检测过了，这份报告是假的。思远少爷，他根本就没病。真的，我儿子真的没病。不可能！刚刚得知哥哥生病，我一着急就找了国外最顶尖的医疗专家来给哥哥看诊，结果哥哥根本就没生病。哎，爸妈，我也是实在不忍心看你们难过。徐先生，院外医生的鉴定您别轻信呐！你少废话！这个畜生在哪儿？他居然敢骗我！徐先生，患者还在抢救室抢救，您别干扰手术。你给我走开！你们既然两汉姐骗我，我告诉你，我还没来得及收拾你，你再敢拦着我，我让你们医院马上倒闭！先生，这里不能随便进来，我们马上就要进行手术了。给我走开！我们可是病人家属，手术同意书都还没签，你们做哪门子手术？你个小畜生，装病装上瘾了是吧？你给我下来！什么装病？哎，哥，我知道你心里对爸妈有怨，可是你也不能装病来骗爸妈吧？思远，你这次做的实在太过分了，简直吓死妈妈了。不可能！我跑遍了整个阜成的医院，所有的诊断结果都是一样的。我的胃癌不可能是假的。哥，就算你知道了爸妈是许氏集团的总裁，但是你也不能装病来骗钱吧？你说什么？他早就知道。其实升学院那天看见哥哥了，我本来准备告诉你们的，但是哥哥一直求我不要跟你们说。哥，我不是有意要揭穿你的，我只是实在不忍心看着爸妈这样为你担心啊。我没有。爸妈，你们上次给我举办升学宴，哥哥就在那家酒店刷盘子当服务员呢。那思远，原来你竟然早就知道了。哥，
知道你苦太久了，想过下舒服日子，但是你也不能装病，逼爸妈告诉你真实身份吧？怪不得你们三番五次找我要钱，一会儿说自己病了，一会儿又说自己被绑架了，你还敢说你为人是真的吗？这一桩桩一件件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。爸，不是这样，我真的没有撒谎。你给我走开！精心培养你18年，没想到到头来你还是个唯利是图的人。我今天要不好好教训你，你这18年就白活了。爸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没有撒谎。你给我走开！妈，我没有骗你们，我真的没有说谎。思月，你不应该用这种手段欺骗爸妈。为什么你们要别命天信？就是不信我这个亲儿子的。好，现在还反咬你弟弟一口。许思远，我怎么生了你这样一个混账？一定非要打死你不可！爸，我没有。你们疯了吗？还好不容易捡回来一条命，你们是要杀了他吗？给我闭嘴！什么求救？你们这些骗子，合到一块演戏来骗我！你们等着被起诉吧！这里是医院，治病救人的地方，你们要再闹下去，别怪我们秦宝啊！这是徐氏集团徐总，咱们惹不起的。哥哥也不是故意的，他只是太想要有钱人的生活。你说什么？放过他？这一次我要放过他，以后不知道变成什么德行。今天非要打死这个贪官好利的畜生！你看看，又骗我说！病人快不行了，马上安排急救！我看谁敢！今天谁敢救这个畜生，就是和我许家作对！老婆，你去查一下所有的银行账户，把他所有的医药费全部拿走，一分都不给他留。他能装到什么时候？否则以后别回家找我。思月，你好好反省一下，妈等你回来认错。你们还在这干什么？没听见这穷鬼都没钱了吗？你们要给他做慈善吗？哎，徐思远，你说你是亲生儿子又怎么样？你只剩1个月，还要没日没夜的打工，就为了给他们多攒点钱又怎么样？爸妈要的是我这种能正的一面，能哄他们开心的儿子，不是你这种吃狗食的贱骨头。好好的个孩子，给折腾成什么样了？什么人望？听说他还是市状元呢，勤学苦读，孝顺懂事，偏偏，咱们还能救他吗？咱们还能说什么呢？那可是徐氏集团的老总，要是惹急了他，行业封杀我们怎么办？再说了，连他亲父母都不爱护他，我们这些外人操心什么呀？要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爱，这样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。
许先生，等一下，你儿子的情况真的很危急，如果你们放弃治疗，说不定他连1个月也撑不住了呀。你们想演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告诉你，他就是死，我也1分钱也不会出。你想要漏水，门都没有。这是欺诈病患家属，等着被上诉，我们要告你们。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？亲儿子命都要没了，还首付呢？哎，那是什么？怎么像个人影？林少，有人要跳楼！儿子，来吃点西瓜，你看你热的。老爸，这些西瓜从哪里来的呀？爸爸干活干得好，是人家给的，快吃。爸，你也吃。哎，好，快吃。甜不甜？甜不甜？甜不甜？来，干杯！爸妈，这辈子的苦我吃够了。快把家属叫回来！快！先生，等一下，不好了，你们儿子出事了！又出什么幺蛾子呀？不好了，你们儿子要跳楼！什么？跳楼？他的胃癌好了，现在又改跳楼了？你们要干什么？爸妈，看来哥哥是真的很想要首富之子的身份，现在都用自杀来威胁了。要不咱们还是回去看看吧。为什么回啊？我是他爹，我是许氏集团的总裁。如果一个自杀都能威胁到我，我还当什么首富？我是真的，你们快跟我回去看看，快走吧，来不及了。告诉慈远，让他亲自来认错，他的这些手段我们不用看。这条命我还给你们，再见，爸妈，下辈子我再也不要做你们的儿子。你们快跟我回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如果是真的，你们这辈子都会后悔的。他的胃癌好了，现在又改跳楼了。他的这些手段我们不用看。思远，你冷静啊！让开！真的有人跳楼，血儿果，怎么办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爸妈，你们不会真的相信那是许慈远吧？爸妈，你们别紧张，我刚才已经问过了，哥哥刚才去办公室找温明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反正肯定不是哥哥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给你10万，帮我延场戏。妈怎么活呀？爸妈，你们看，我就说了吧，那肯定不会是哥哥的。他才刚知道你们是沪海的首富，还那么爱钱，怎么可能舍得死呢？吓死我了！也对，慈远是不可能自杀的，他绝对不可能自杀。我从小培养他要坚强，肯定不是他。好了，爸妈，咱们赶紧走吧，这多晦气啊！妈心脏还不好呢，咱们先回车上休息吧。
许子远，你真死了又怎么样？你呀，这辈子都玩不过我。思远，这个孽子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我们精心培养了这么久，没想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。我看他就是知道我们的身份，知道的太早了。像他这个性子，就应该让他吃垃圾，再吃个10年8年才好。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总不能真的不让思远回来吧？咱们让管家把思远的房间收拾出来，晚点我们就去把他接回来。爸，要是让哥哥知道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人住在城中村，而我们都住豪宅的话，他会大闹一场。他敢！我是他爹，这些东西我想给就给，不想给他就得忍着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，谁都不许接他回来。许家的豪宅和公司的定位一查便知，他要想回来，轻松得很。看到了吧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他一看自己的手段不起作用，主动打电话过来求原谅。喂，你说什么？刚才跳楼的是许思远？是的，您这边是许思远的家属是吧？现在病患情况危急，只要您这边同意，医院就能马上开始手术。同意，同意。那这边后续的手术费用，您赶紧回来支付吧。你干什么？你怎么还犯傻呀？这一看就是他想出来的新手段。还跳楼？我们刚才明明看到别人在跳楼，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们看到了。万一思远真的……不可能，他知道他自己的亲姐首富，肯定是想办法来要钱的。爸，要不我给哥哥点钱吧？他要了那么多次，万一是真有什么事呢？打个屁！他什么手段都能抢出来。若是把钱真给了他，还不知道闹出什么结果来。这种事有一就有二，不能开这个口子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爸，我不给，您别生气了啊。还好我们有经验，拿下这个混账，整天教一些不三不四的人，竟然伙同医院来骗我。小李，把所有证据都收集清楚，把这个医院上上下下全部搁上法庭。我倒要看看，上了法庭他怎么替这个畜生撒谎。下车慢点。当初你舍不得让慈院群养，为了让你宽心，我们收养了景砚。没想到啊，景砚现在是如此的懂事啊！爸妈，幸亏收养了景砚。我看慈院也不堪大于，以后就让景砚来公司帮忙吧。谢谢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，管理好公司的。这才是我许安国的好儿子。哦，对了，你要的那套别墅，爸已经买了，刚好你住在那儿，上大学也方便。谢谢爸。许慈远的许慈远，你的父母，你的公司，你的位置，都是我的。景砚，爸妈，你们来了。这段时间在公司怎么样？还适应吗？只可惜哥哥不能来公司。这个畜生都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了，这一次想让我原谅他，没有那么容易。徐总，这是您要的来往访客记录。你直接说吧，这个畜生到底来过多少次？如果没有够100次，就别让他进来。这次我非得好好治治他。
徐总，我看这访客记录，思远少爷他从来没有。从来没有来过。是的，不仅是许氏集团的访客记录，就连云顶别墅的访客记录也没有。所有访客记录都能证明，思远少爷他一次也没有。他倒是学聪明了，和我玩起欲擒故纵了。他一点消息都没有，难道真的出了什么事？不行，我得回去看看。他能有什么事？离家出走的事干的还少吗？这个畜生爱慕虚荣，知道我是许氏集团老总之后，就开着逼着我们告诉他我的身份，他怎么可能不来？他就是被我们惯坏了，他以为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宠着他。我这一次非得告诉他，跟我做的是什么好。小莲，上次我让你把医院告上法庭的事办怎么样了？医院骗人的事儿已经派人去调查了，这2天就能出结果。金燕，最近你把公司的项目做得不错，你放心，爸会给你许氏集团10%的股份。真的吗？谢谢爸。景燕，一直以来你都比你哥哥懂事，让人省心。未来爸妈把公司交给你，也放心。我和你妈就先走了。爸妈慢走。你怎么把那么多股份给景燕？以后慈远怎么办？整个公司都是咱们的，景燕那点股份算不了什么。他这个畜生，整天惦记着我们这点钱，他要是听到这个消息，肯定着急的不行，巴不得赶快回来。有道理。小李，把消息散布出去，昭告整个湖城。后天的股东大会上，我要正式宣布景燕进入许氏集团的管理层，并且继承股份。是。许氏集团股东大会还要分股份给徐景燕，你身患胃癌从高楼跳下去，现在躺在这冰冷的太平间，可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问过你。明桥，生死有命，许慈远肯定也不愿意看见你这么伤心。慈远才刚走，我不想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这儿，不想让他早日入土为安。林医生，你就让我把他带走吧，求你了。没有直系家属的认领，尸体是没有办法带走的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就去告诉他。各位，好久不见。各位叔叔伯伯好。徐总好，这位是您的儿子慈远吧？这是我们的养子徐景。这徐总是要让李养的儿子继承将来的公司呀。这养子比亲生的还好。是呀。徐总，股东大会的消息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放出去了好几天，只是目前还没有慈远少爷的消息。爸爸，都怪我，哥哥肯定是因为今天的事生气了，要不我还是别拿股份了吧。姐，许氏集团的股份，我想给谁就给谁，能不能他来管老子？景燕，股份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慈远不听话，这个位置让给你是无可厚非的。我马上就要上台宣布，把股份转移给景燕的消息，他肯定是昏过头了的。慈远这脾气，要是知道了会来闹事的。他敢！
小李，马上通知安保大队，1级戒备。这个畜生，但凡敢闯进来，当众给我赶出去！是。少得我的远。是。今日会有人来闹事，曾派人守到会议现场，确保会议顺利进行。爸爸，这么多人拦着，我怕到时候哥哥进不来，只会更生气。那就让他在门口给我看着。你们给我听着，这个畜生但凡敢闯进来，给我狠狠的打！股东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倒要看看这个畜生玩心眼要到什么时候。徐总，小徐总，时间到了，该上去了。各位，今天召开股东大会，是有一则很重要的消息宣布。想必大家已经有所耳闻，我们许氏集团的股份有所变动。哼，不出10秒，这个逆子肯定就要冲进来闹事。首先，让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养子徐锦燕，懂分寸，明事理，比我们精心培养的儿子还要省心。5、4、3，现在我正式宣布，我的儿子徐锦燕2。等一下，还是沉不出气。怎么是你啊？你来干什么？这可是股东大会，赶紧出去！是关于慈远少爷的事情。果然啊，我就知道这个畜生贪得好利，记得真假。他怎么可能轻易放过继承许氏集团的机会？我就这么随便一比，他就着急回来了。都精心穷养了这么久，怎么还这么不懂事？妈，你们别怪哥哥，哥哥只是嫉妒我而已，没什么的。他人呢？让他亲自来请罪，否则他装逼的事我是不会原谅的。慈远少爷没有来，来了。是温小姐，她被人拦在门外了，说慈远少爷出事了。出事？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文明桥的意思就是许慈远的意思。这个畜生肯定是知道我给锦燕准备了10%的股份，他又拉不下脸，总配一个传话筒来搅局。慈远太不省心了，要不我们去看看？爸，今天这股东大会可不是小事，要是就这么走了，恐怕对公司会有影响。是啊，徐总，这事关咱们集团的整体形象啊。也对，还是锦燕考虑的比较周到，马上让文明桥离开。这畜生，回头我再找你算账。各位，刚才只是一个小插曲，我继续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徐锦言持许氏集团10%的股份，正式进入许氏集团的管理层。谢谢爸爸，谢谢大家。景彦少爷真是年轻有为，小小年纪就已经拥有了集团10%的股权，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呀！温小姐，请回吧。现在就连让他安心走都没办法。小徐总，以后还需要多多养纳您啊。是，保不准以后整个徐氏集团都是您的。小徐总，为了庆祝您今天拿到股份，我请客，带大家一块玩玩。好。憋了这么多年，是该好好放松一下。走。这个逆子真是气死我了！10%的股份都不能把他逼出来，怎么？难道要亡整个集团不成？慈远都这么大了，还这么不懂事，以后怎么放心把公司交给他呀？看他就是善收拾，1分钱也别给他。我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？
可是这么多天都没有他的消息，我心里总是有点不安。有什么不安的？他那套说辞你也信？一会又是胃癌，一会又是跳楼的。可是，喂，徐总，你儿在夜总会调戏别人老婆，跟人打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这个逆子！在这种地方调戏别人老婆，肯定是许思远这个畜生。可是我们1分钱都没有给过他，他怎么能来得起这种地方？他狐朋狗友那么多，整天跟人鬼混，不是他还能是谁啊？这个畜生，我今天非打断他的腿不可！畜生在哪儿？景烨，怎么是你啊？爸妈，景烨，爸妈，我景烨，原来是你调戏别人老婆，跟人打架。景烨，你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？爸妈，都是哥哥干的，他打完人就跑了，大家都看到了。是慈远干的。是。那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爸妈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偷偷跟哥哥联系，我给他钱了，所以他才会出来跟人打架，把事情闹成这样。我是来给他上户的。竟然是慈远，亏我还在家里那么担心他。这个畜生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老子非要了他18年。走，回家。今天非把他腿打断不可，省得他以后给我惹麻烦。哎，爸，爸。我们这才几天没回来，也不知道把家什么神下，这是要气死谁啊？你给我出来！这几天不打上房就接我。他人呢？慈远这是没回来过。没回来过？他不在这儿还能去哪？难道还在医院？不可能，他又没有病，我们也没给他1分钱，医院不可能收留他。他不在这儿，已经无处可去了。爸，哥估计是跟其他女人回家了。这个小畜生，不回家到处鬼混，还调戏别人老婆，真是真收拾。他这次回来，我要不把他关到地下室饿几天，你看着。亏我还这么担心他，到最后还是出去鬼混了。走，去医院，找到那个女生，就知道这个畜生藏哪去了。还没联系上死者家属吗？我们打过去的电话全部被挂断拉黑，尸体已经在停尸房停了很久。也是个可怜孩子，自己上进求学，为了家人省吃俭用，结果却落得这么一个下场。许思远呢？你们把这个畜生藏哪去了？先生，这里是医院，请你报诉去。你们这破医院也能叫医院？前脚帮着我儿子欺骗父母，后脚又把我儿子藏起来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让人去收集所有的证据来起诉你。你们这家医院迟早要完蛋。先生，请你不要造谣。你们在做什么？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位先生一来就开始闹事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是医生是吧？我来找我儿子，你让这个畜生马上出来。你儿子？医生，我知道我儿子现在就在你们医院，你让他出来见我们。过往的事情我们可以既往不咎。谁说既往不咎了？你告诉喜欣，他现在要不出来，许氏集团的股他1分都别想拿到。许氏集团？你是许氏集团的老总？怎么，现在知道跑？说这个畜生在哪儿？否则你们这家医院今天别想好过。切，现在知道找儿子了。当初你儿子要跳楼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着急？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什么跳楼啊？你们医院现在还要帮着我儿子骗人吗？你让这个畜生马上滚出来！先生、女士，你们的儿子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什么叫死了？就是字面意思。你们儿子许思远几天前就已经死了。爸妈，这个就是温明桥，是哥哥的追求者。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温明桥喜欢哥哥。好啊，原来是你！小小年纪谎话连篇，干一些不是人干的事。
思远从小勤俭节约、孝顺懂事，有什么好事都先紧着家里人。如果不是因为你们，他会死吗？到底是谁不干人事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儿子这几天还好好的。温明桥，我知道你喜欢哥哥，什么事都向着他。可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你可不能再帮他瞒着了。你们这是什么医院？一会儿胃癌，一会儿死了，能不能说句实话？你们到现在还在骗人！这个畜生，竟然让你们来骗我们说他死了。好啊，他死了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他要是没死，我就拿这胶皮带抽死他！温明桥，我们许家可不是吃素的，你要是再不让我们见儿子，我就叫工程部把你们医院夷为平地。既然你们这么想见，好啊，那我就带你们见。真的？那就赶紧去！这个畜生，兜转一圈，不就是为了让我拿下来求他回来吗？我们现在要是去了，他肯定也巴巴的跟着我们回来的。思远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一会儿一定要好好教育一下他。今天非打断他一条腿不可。徐思远，这就是你守护孝顺了18年的亲人，简直如同伥鬼一般。太平静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带我们来这干什么？你们不是想见许晴吗？他就在这儿。温明桥，我没时间陪你胡闹，我好歹也是许氏集团的总裁，你要再这么胡闹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是看在你和资源同年级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。若是惹怒了我们，你们整个医院都承担不起。既然你们都不相信，那为什么不肯跟？还是你们害怕知道是自己亲手害死的？你给我闭嘴！这个逆子贪功好利，他怎么舍得死？我就不信我今天非要戳穿你们的谎言。这绝对不是资源。不是我儿子，我不会的。资源，他怎么是资源啊？你们现在想想，许思远他死了，他的尸检报告，医生说他是长期的营养不良，手上是没日没夜工作留下的伤口和茧，身上是被别人恶意殴打留下的痕迹，肚子里是消化不了的菜秆和土渣。你们还是人吗？温明桥，俺也求你，你告诉俺，这不是资源，他只是躲着我，不想见我们。我们什么都不追究了，我只是希望他平安健康。你们现在知道后悔，都是因为你们才把他逼成现在这样。明明是首屈一指的大集团老总，可以送56亿的游轮和别墅，给亲儿子连一口饱饭都不吃吗？你还把我给弄死了！是来跟我回去？你是猪是不是？你干什么？我是他儿子。思远，你不是想要钱吗？我都给你，起来好不好？你起来好不好？你气不气？你不气我就打你！谁啊？都是谁？
年试管，就得了这么一个儿子，我唯一的儿子就这么活生生的被你逼死了。你还我儿子，你还我健康的儿子。哎呀，我们慈远真乖，都能自己吃小饼干了。哎，捡起来！我们小时候连饭都吃不起，去垃圾桶捡垃圾吃，你怎么这么浪费啊？不要脏！哎，这孩子真是不能这么养，迟早要废掉。老一辈人不都是穷养教，为什么会到我儿子这儿出事？肯定是假的，肯定是假的，他不是慈源，对不对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没明白，这是什么穷养教育？这是赤裸裸的虐待，是你们把他逼成现在这个样子的。这都是我逼的，我只是想让他懂事一点。我有什么错？我有什么错呀？爸妈，你们也别太难过了，哥哥已经走了，但是我会代替他好好照顾你们的。你给我走开！儿子为什么会死？他在你们医院的时候好好的，可连这你们还惨了。对，国外顶尖的医疗机构都说我儿子没事，我们才走了几天，他就死在你们医院了。我要报警！是你们害死了我儿子！我要报警！马上报警！放心，我早就让他们过来了。警察同志，文明桥是吧？是你报的警。警察同志，我要报警！就这家医院，你们隐瞒信息，儿子前段时间还好好的，你看现在就躺在这儿了。警察同志，就是他们把我儿子害成这个样子的，你们一定要替我们做主。家属情绪先稳定一下，事情还没有查明，我们警方会追查到底的。爸妈，之前哥哥就总跟温密桥混在一起，会不会是染上了什么不好的病，所以才……肯定是这样。就说我儿子前段时间还好好的，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，一定是他。小小年纪生活淫乱，一定是他把刀柄传给了我儿子。怪不得我儿子这个月天天早出晚归的，就是被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带出去鬼混的。出去鬼混？你们真是偏听偏信，对自己的儿子一点都不了解。知子莫若父，儿子我最了解。警察同志，马上把他抓起，一定是他害死了我儿子。当初许思远出事的时候，医院有过备案，思远身上没有什么脏病。没有脏病？那还能因为什么？据我们调查，许思远患的是胃癌的晚期。你说什么？什么胃啊？难道连你们也想骗我不成？我们找了顶级的医疗机构，他们说我儿子没事的，错的是他们医院，他们拿假的报告来糊弄我们。警察同志，我儿子品行不好，联合这家医院一起来骗我们，你们千万可别被骗了。对，我们派了专业权威人士过来检测过，这么大的病怎么可能出问题？与其怀疑我们警方和医院有没有问题，不如好好问问你们海外专家是不是真的。季夜，你前段时间找的国卫专家，到底从哪找的？爸，肯定是那个专家误诊了，我也是被骗了。这么大的病，怎么可能会误诊？牵扯到你哥哥的健康问题，你怎么能随便找一个不入流的人来诊断啊？爸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当时得知哥哥生病，我一时着急，就找了朋友推荐的海外的医生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那么关心哥哥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爸妈，
我知道错了，我就该替哥哥去死。我，景烨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徐安国，我们已经死了一个儿子了，不能再让景烨受伤了。亲生父母不关心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却对养子百般维护，真是可笑。当初慈远在抢救室的时候，在鬼门关走了一段，而你们呢？你们在做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要偏听偏信？就是不信我这个亲儿子呢？好啊，你到现在还反咬你弟弟一口。许子远，我怎么生了你这样一个混账？一定要非要打死你不可！爸，我没有。徐安国，儿子生命垂危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下这种狠手？不对，我儿子虽然得了癌症，少说也能活1个月，怎么会短短的几天就跟我们一阳2隔？是啊，只要我们动用徐家的资源人脉，思雨是能活下来的。凭什么你们医院说死就死啊？肯定是你们！你们到底隐瞒了什么？儿子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他跳楼。跳楼？你说什么？真的有一天，徐永玉怎么办？不可能！爸妈，你们不会真的相信那是许子远吧？爸妈，你们别紧张，我刚才已经问过了，哥哥刚才去办公室找文明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反正肯定不是哥哥。当初慈远跳楼的时候告诉我，可你们为什么不敢看？不可能！是我自杀，什么跳楼？我的嫉妒心极高，虚荣心极强，又拜金，我怎么可能知道自己是首富之子之后还会自杀啊？是啊，我们还要送他出国留学。他还没有住过别墅，他怎么舍得离开？你是说许思远拜金？警察同志，我儿子从小被穷养，一身的权力，虚荣心特别高。他为了逼我们承认他首富身份，他才联合医院修改病情的。可是据我们所知，他在知道自己得了胃癌之后，一天拼了命干3份工作，只是为了给你们攒养老金。原来他这么拼命的打工，是为了我。你们到底要怎么才能相信慈远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拜金虚荣的人，反而你满眼都是金钱利益，所以看谁都像拜金。慈远这孩子，你们病情就是害怕你们担心，他想用生命最后的时光来报答你们恩情，哪知自己的父母根本不缺钱。怪不得他每天早出晚归的，我还以为他出去鬼混了，没想到鬼混。慈远这么好的人，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父母？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他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越矩的行为，因为他时刻谨记你们跟他说要自力更生，脚踏实地，所以他不接受任何人的好意。可能啊！我上次教训完他之后，我已经告诫他不要出去，可他还是夜不归宿。你还说他没有鬼？那是慈远要告诉你们自己患癌的消息，结果被你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在家打了一顿，当晚就胃出血，昏迷在家。要不是我把他强行带走，他可能那天就不在了。
他从医院离开后就回家了，医院都有监控，随你们看。那哥哥也是第2天才回家。是啊，就算没在医院，他也在别人那儿啊。他去做什么？不是告诉你们了吗？告诉我了。一叔上次打电话。喂。我害怕，能给我点钱吗？我被人堵了。堵了？谁敢堵我儿子？什么？儿子，你怎么样了？你快给我转点钱吧！他们要是拿不到钱，他们就要拿电棍打我。我好害怕，我求求你，你快来救救我吧！这么大胆子，敢堵我儿子，不要命了？爸妈，可是哥哥每天都穿着破衣服，谁家混混会去堵一个穷人家的孩子？爸，哥哥不会是又跟女孩出去没钱开房了吧？这个畜生！爸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的。老子让你在家反省，你成天跟别人鬼混。我和你妈在外上班，一分一角挣的都不容易，你怎么好意思张口就要钱？爸，你快来救救我吧！我没有骗你们，我没有骗你们。你是该被好好教训教训了。爸。温明桥，你说哥哥被打就被打，他去了哪儿？又是被谁打的？你有证据吗？他被谁打的，你不是应该最清楚？景叶，哥哥去了哪儿？我怎么会知道？知不知道不要紧，监控都拍下来。这是许思远家附近调到的监控资料。这条街道的监控不是坏了吗？你为什么会有啊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许建元，他离开医院过后就直接回家，他去做了什么？看了就知道。妈，我头好痛，我想回家休息。这事关你哥哥，你要是不舒服就先回去吧。爸，咱们回家好不好？现在看这监控也于事无补了，不如早点回家，让哥哥好好入土为安呢。姐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这么害怕这段监控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就把它干完再说，干完再说。你们是谁？就是他，胡刀！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是这样？哎，那天我们回家看到被打的人，怎么会是思远？那天我看见，我就在旁边，我明明看见了，为什么我这么人做都了？就是爸，没本事，就别装了。哥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他先给我打电话，我竟然不相信他。我们一直以为他是在骗人，当时该有多绝望！都怪我，都怪我！为什么就不能相信呢？为什么？这到底是谁啊？敢雇人动我儿子，不要命了！查，这人给我查出来，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是吗？爸妈，别看了吧，这种东西看了只会让人伤心，咱们还是早点带哥哥回去吧。把车窗关上，别吓着孩子。金燕，
我警告你，你可别和一些不三不四人一块玩，不然下场就这样。知道了，爸。妈！这次我们要个高的价钱，走，去找徐敬业。怎么会？怎么会是景业？是你，一直都是你，是你害死了思远。我没有，怎么会是你啊？为什么会是你？他可是你哥哥呀！爸，我冷静点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只是看哥哥惹你们生气，我想给他一点教训。是为了他们，还是为了自己？自己心里清楚，买凶杀人，这可是犯罪。警察同志，徐景燕干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可已经承诺了。这件事情我们会严肃处理的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，妈！景燕，思月当时让你救救他的时候，你怎么那么久了？爸，您是首富，您肯定有办法，您肯定有办法救我的，对不对？爸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我也是你的儿子，爸！你给我滚！我的儿子就这一个，他就是许思远，把你养这么大，什么都给你最好，你过得比我的亲儿子还好，谁给你的胆子敢这样欺负我儿子？谁给我的胆子？不是你吗？天天给许思远喂垃圾，让他得上胃癌的人，不是你吗？是，我是动手打了他，可真正害死他的人一直都是你。他是你精心培养的垃圾，我是你随意养着的宠物。你只爱你自己，玄国。你的2个儿子，你都养得很失败。你放屁！你胡说！思远不是我害的，你放屁！我掐死你！放开我！你忘了吗？你还杀了他最喜欢的小狗，怪不得他活不下去。是你逼死了他！都怪你！你害我儿子，是你害死了他！你就没错，思远向你求助，跪下求你的时候，你又做了什么？你视若无睹，亲眼让他们害死了你儿子，难道这不是错吗？还有，是我亲手害死了老婆，老婆！思远，现在真相大白，你应该不会再有遗憾。爸，我一定好好学习，长大孝顺你。
思雨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老婆，我已经让人去找儿子的照片，儿子的葬礼，我们一定要风光大。徐总，这是你电话里说要找的照片，给我看看。你这找的什么照片呀？我要的是亲儿子的照片。可是我们没有次元少爷的照片。原来我们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给他拍吗？我徐安国，是你说的儿子要穷养，将来才会坚强，有志向，才会成为一个优秀独立的人。让我心疼。18年来，你到处找别人剩下来的剩菜剩饭，逼着他一口一口的吃。那时候他还小，我不让你喂他，你就去孤儿院领养了徐景烨，你就去孤儿院领养了徐景烨。我们的亲儿子必须好好教育，你总是妇人之仁。你要实在心疼的话，就把景烨先当成他吧。后来，徐景烨住着豪华的儿童房，思雨却在水泥地上打滚。徐景烨穿着几百万的高定服装，思雨却穿着在垃圾堆里捡来的破鞋。够了，别说了。我们家是顶级豪门，可我的儿子活得跟一个小乞丐一样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我们的儿子是我亲手害死的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徐安国，我们离婚了。让它开遍我等着你。我都干了些什么？思远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就是这么听话懂事。那时候，我以为你爸妈很爱你。许思远，你每天捡这么多垃圾，你给自己吃点好的吧。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。我知道这样很辛苦，但我的爸爸妈妈更辛苦，他们白天要工作，晚上还要出去做兼职。我这样多卖点钱，他们就不用这么辛苦。一天工作24个小时，也不知道你咋还这么穷。大人的世界你不懂，只可惜事与愿违。如今徐景渊已入狱，你爸妈也离婚了，你爸爸因为受到打击一蹶不振，许氏集团也因此没落。他们都付出了自己该有的代价，可是我呢？我该怎么办？要是这一切你能看见，该有多好！